嘿，你做过最有勇气的一件事是什么？第6次来到皖南，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山村，我们找到了它，一处完全符合我们想象的房屋，有老宅，有院子，周围还有大量闲置的农田，这简直是我的梦中情屋啊！我们花费1年时间，终于住到了自己的梦中情屋，但是这不会是噩梦中的情屋吧？这是我睡觉的，我跟他房子哦。关于我理想的房子，它本应该是这样的，这样的，这样的。然而啊，你看那个吊顶，哎呀，差点掉进去了，好大一个窝呀！好吓人啊，这楼梯。哦，你看你。小院改造终于开工了。首先把东西都收拾出来，打扫一下卫生。搬完之后才发现，塑料吊顶还没有拆下来，手头没有工具，只能用木棍一点点敲了。一顿操作猛如虎，一看鼻孔全是土。哎。花了2个小时，终于拆完了吊顶，发现地面又脏了，没办法，只能再打扫一遍。为了能够尽快搬进来，我们先对这个小房子进行改造，把它做成一个功能齐全的小屋。内外2间房加起来只有36平米，外间做厨房、吧台、客厅，里间做卧室和洗手间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我们给它取了一个可爱的名字，叫麻雀小屋。小屋还没弄好，就有一只流浪狗来安家了，看起来只有2个月大，我们打算收留它，做个小保安。慢点。因为大屋已经有一个老灶台，再加上这里空间比较小，所以这个灶台就不保留了。拆到一半才发现，花费1年时间找到梦中情屋，挑战2年内打造一处乡野仙居。为了改造这个小房子，前几天打扫了房间，然后就一直下雨。这2天天气好转，开始改造屋顶。本来是想买新瓦，跑了好几家卖瓦的店，要么是现在流行的陶瓷瓦，要么是一大块的树脂瓦。这种瓦换起来方便，但总感觉跟老瓦片比起来不够美观。这瓦好结实啊，但这瓦不适合咱们的房子，你觉得呢？我们决定继续使用小青瓦，打造这种效果。在老乡的介绍下，终于找到一家卖青瓦的地方。这就是那个徽派的造型。一问老板，一片青瓦7毛，1平米需要80-90块瓦。我们的小房子36平米，加上一个雨廊，差不多50平米。这么算下来，光瓦片就3000块了。想想我们夸下的海口，而我们的预算只有5万。好吧，我和万万决定挑战自己，把屋顶的老瓦翻新。但是我们根本不会翻瓦，本着有啥不会就学啥的原则，我们翻看了一些视频资料，感觉自己已经会了。好，开工动手。翻瓦3步走，第1步，拆下老瓦一旁堆起；第2步，扔掉一些损坏的老瓦片；第3步，铺好底瓦，并在底瓦之间铺上盖瓦。看起来不难吧？第1次上房顶，双脚打颤，双腿发热。前几天我们铺了一部分老瓦，很多粉丝说我们铺错了，应该把底瓦放在沟槽里，不能放在木条船子上。难道要返工？这可是我们铺了1整天的量啊！不行，得先求证了才能继续施工。求证之后，不仅我们的铺法没错，而且老师傅给出的答案还特别有意思。他说，传统的徽派建筑只要是人居住的地方，都采用我们现在的铺法，而网友说的那种方式，在传统徽派建筑中大多用于庙宇、凉亭、厕所等地方。至于为什么，老师傅说他也不知道，只是老师傅就是这样教的。网上并没有查到相关的内容，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可以解答。既然躲过一劫，那就继续开工。经过前面的经验，我们铺得越来越熟练了。干得挺熟练嘛，我觉得你这种人才在办公室坐着就浪费了。可能我上一辈子就是一个泥瓦匠。我好害怕呀！我要下去。在哪呢？我要下去。你要跟着我干嘛？你沉迷去啊！我们这种铺法难度相对较高，总是要考虑每排瓦片的受力情况。看这一地的碎瓦片，除了扔掉的坏瓦，还有一部分是我们在铺瓦过程中瓦片受力不均掉下来的。本来就有很多坏瓦，又掉了很多，这下瓦片肯定不够了，那可怎么办？不过我们发现了房东留下来的神秘宝贝。
在老屋的里面和墙边发现了很多旧瓦片，质量很好。这些旧瓦片简直是雪中送炭，这下几瓦都不用买了。用这些旧瓦摆造型，效果岂不更好？前后花了3天半的时间，终于翻完了小房屋顶的瓦片，人也累得腰酸背痛，腿抽筋。腰已经直不起来了。当地老乡，老板，你能帮我搬上去吗？就在那儿。不搬得好，我们西人家国家狗吃子，这个说的。老板洁身而去啊！没办法，只能咱自己搬啦。拿不住的，拿不住的，我来搬吧。啊，这风好大呀！材料到齐，开干。这次请了个木工师傅来帮忙钉板，但才钉了2张就发现问题了。看着老房的墙面凹凸不平，砖块有大有小，木板根本没办法钉进去，还浪费了1块板，只能暂停钉板。这是花钱的教训。特殊情况特殊处理，按照师傅建议，还是先做墙面和水电吧。为了加快进度，赶紧去买。泥瓦师傅也到位了，开始砸窗。我们之前预想的砸窗是这样的，80，没想到这么小的锤子就搞定了。不得不说，村子里的老乡就是造，干活丝毫不懈怠。徐师傅，你那把刀用了多长时间了？这把刀时间长嘞，离10几年有了。 10几年不知道，不止啊！他是学徒的时候开始用的，89年开始做的，30几年了，我的天呐！泥瓦师傅在砌窗，我和万万也没闲着，我继续跟墙上的石灰做战斗。万万当起了小工，知名国企员工，到农村转行做小工。少走了多少弯路啊？没得沟了。便过来看看。老是有人问我们的麻雀小屋改造到哪儿了？看，改造到叙利亚了。今天开始给麻雀小屋做水电，因为房间很小，又想让它功能齐全，做饭、洗澡、睡觉、娱乐通通塞进来，所以我们决定让水电走暗线。以后有朋友想远离闹市，在这里住上10天半个月也很方便。看着水电师傅开槽时候的灰尘，隔着屏幕都能呛到我了。关键师傅还不戴口罩和护目镜，牛！旺旺今天是水电师傅的小工，钻地挖槽，有啥干啥。这个位置我们以后准备做个室内卫生间，得把地面降低。小鹿，你看一下这边一半墙和这边一半墙上面的石灰是不是差不多？要不我们比赛一下，看谁敲得快。可以啊，我要赢了呢！洗衣服、做饭、洗碗全都。经过2天的努力，终于要和凹凸不平的墙面说再见了。我们和村子里的小伙伴疯狂和水泥。身体很累，过程很欢乐哦。之前我和万万只是很喜欢这个房子，现在越来越喜欢村子里的人面和盖卫生间。但只粉了墙，师傅就出去打工了。单独请一天泥瓦工又很难，没办法，自己干吧。准备砖块和泥浆。以前我是华为的产品经理，现在是拌水泥的。水平仪定位，墨盒弹线，钉好墙角，拉好墙边线和门框线。拿起老爸传给我们的气刀，开干。这是我爸的气刀，从这么宽磨到这么宽。但是我们马上发现问题了。如果你也想自己砌墙改造房子，一定要看完，让你少走很多弯路。虽然我们拉线了，但整个墙面还是往里面倾斜，原因就是水泥砖块太湿，不吸水。我们和的泥浆水太多，涂抹的又不均匀。
好在还可以补救。修复好墙面，继续干活。但我们又发现一个更加致命的问题，而且无法补救。我们砌错了。什么错了？你发现那个开关在哪儿？我们之前设计的开关是不是在厕所的？调点石灰，给它们重新刷白，感觉好像自己在做蛋糕啊。这活儿也太解压了。刮大白，这是我的工作。刮大白，手练功不出错。刮大白，手练全国，叫我越爽的人报道钱多。请师傅把我们小屋的外墙换了件新衣服。当然，这还不是最终的效果啦。还记得我们前几天自己踹倒重砌的墙吗？很多人关心这个门会不会小了点，胖的人根本进不去。幸好我和万万都很瘦。来到了万能的鸠木市场。一眼就看中了老板扔在犄角旮旯的老门。哦，它上面还有2个这个呢。对啊。讨价还价之后，以150元的价格拿下，而且老板还送了一块方料。Nice。但是问题马上来了，这个老门简直是个庞然大物啊！看看我们这个麻雀小门的门框，根本不配套，这怎么能装得上去呢？刚好村子里一位老乡愿意免费帮我们解决，拿出老板送的方料制作门桥，先把方料锯到合适的尺寸，然后在相应的位置画出开凿线，接着开凿。老乡说这块木料送得很值，是一块栗木。当地有头不顶猪脚不踏栗的说法，就是说头顶的木头千万不能用苦竹树，否则出门猪头猪脑，而栗木是最好的选择，出门大吉大利。将凿好的方料用钢筋固定在门的正上方，将老门锯到合适的尺寸，然后在正下方就请泥瓦师傅出场了。还记得上期我们挖到的那个磨盘吗？坏了，多可惜！砌到墙里面怎么样？因为只有一半，又是破损的，就让师傅砌在了墙里，看起来好像还不错。除了磨盘，我们还准备把其他2样东西砌在墙里。第一个就是这种罐子，这刚破了，就这一块，就这一个小地方，能搬这么多钢出来。哎，这罐子不错耶！你他们那时候咋那么多罐子呢？院墙还用磨盘、老瓦、老罐子做了墙体造型。上期视频里在挑罐子的时候，很多网友提醒我们说这个双喜罐不简单，很值钱。有没有懂行的可以详细说说。这个挺精美的，这个不能砌进去。围墙砌好后，让师傅做了一堆水泥板，准备固定在墙顶，这样就可以在墙上摆放东西了。以为盖一个1米高的矮墙足够消耗掉这片废墟里的老砖块了，没想到我们严重低估了它的数量，全是碎砖。就这个3轮车，我们拉了足足有30多车。大砖块拉完之后，还要一点点将地面刨一包的腻子，而是选择了白水泥。从老乡那里要了一些免费的隧道草，和白水泥搅拌在一起。先让师傅简单教一下。现在水墙的话，我们是你看不用这样，我们这样看出汗的。你看这个不是用劲，是你用劲的。就跟那个65年的65年。剩下所有的就交给万万吧。
我做的是1.5米乘2米的床，先将2米的钢条分5段，马克笔标出焊接位置，并在1.5米和2米的方管两头标好45度的切割线，开始切割。随后拿出5根4×6的方管，切割到1.42米的长度，并将它们按照视频中的样式焊接在一起。这样床面就做好了。其实现在网上主流做法的悬浮床并不是真的悬浮，而是把床腿往里缩，给人一种没有床腿的错觉。这种做法也就决定床的高度不能很高，所以我将床高做到30公分，4条床腿也都往里缩30公分。按照设计好的方案，将4条床腿焊上。为了增加牢固性，可以在床腿再焊接4根方管，这样床的骨架就焊接好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因为床腿往里缩了30公分，总担心边缘受力的时候床会侧翻，所以又在床头压了2根木条，这样再怎么折腾床都不会翻了。当然，但这种高难度的活还是请专业师傅吧。我把钢管变成木头啦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是我在农村的大院子，前几天焊接了一个雨廊，网友都说太丑了，和我的麻雀小屋不搭。今天我要让它彻底变个样，买的木纹漆终于到货了，赶紧给它刷上。所有的管子都擦一遍，然后就可以上底漆了。先刷2遍底漆。是不是开始不一样了？第1遍漆已经涂完了，明天5、6点钟就要起来涂第2遍漆了。看一下我的衣服，算了，这以后当我的工作服吧，这个衣服。等待6个小时，再刷面漆，在等待的时间里，来给我的菜园子拔拔草。拔草这活儿真的会上瘾，看着小菜苗一天天长大，再多的辛苦也值得。这是踏雪和奶茶，每次拔草都会蹲在我的身边休息，让我拔草的工作更加惬意了。底漆终于干了，开始刷面漆。面漆的要求就高了，需要用到拉纹工具，拉出好看的木头纹理。因为没有用过，先来试验几遍。好丑啊！没办法，把失败的木纹涂上底漆，再次等待干透。干透之后再来一遍，感觉好多了。有不理想的地方，我们都会返工，一定要做出满意的效果。经过不断的练习返工，终于把木头纹理全都拉出来了。来看看整体效果吧。这还只有70%的完成度呢，一起期待雨廊的改变吧。